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句老古话叫做“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多去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你真正懂得会做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啊。腹式呼吸给予我们的身体带来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了。给大家随便讲几个。第一个，通过练习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深层腹部的核心肌群通过刺激核心肌群，又能加强我们五脏的运化，从而达到调养五脏的一个效果。这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呢，就是通过这个腹式呼吸调气、顺气、理气，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变缓，从而达到什么呢？这个心里面会变得特别的宁静不爱发火这个心里面变得特别的好。第三个就是说，通过腹式呼吸，你还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快速的代谢掉体外。同时呢，帮助我们让身体分泌更多有益的一些激素所以你会发现长寿的老人，他不但气息平稳，而且他们的心态也非常的好。这些人其实很可能在背后都会偷偷的练习腹式呼吸那么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的正确的去做腹式呼吸做完以后你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上面非常的舒服。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首先讲腹式呼吸，大家一定要简单的先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结构这个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身体上面一个是胸腔，一个是腹腔。胸腔和腹腔中间隔着一层膜，叫做横膈膜为什么要讲这些结构呢？因为我们要讲2个底。第一个底呢，就是胸腔的底部是横膈膜，腹腔的底部是盆底肌。这2个底非常重要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盆底肌给收紧。盆底肌怎么收紧呢？就是有一种憋尿的感觉同时你去提肛微微收一些小腹就做起来感觉就是说你只要盆底肌一收紧它这个小腹自然会往内收。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底部先给固定住。如果我们底部给散了，那你这个怎么样去练腹式呼吸，这个气都会下沉，不好。所以呢，我们底部时刻的固定住那么固定住底部以后你会发现小腹发酸有一些发酸的感觉，一定要去寻找这种憋着的感觉这个是底部。底部做好了以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呼吸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呼吸是胸廓打开，大家看吸口气，胸廓打开。那么当我们进行深呼吸的时候，你看深呼吸，胸廓打开，同时呢，膈肌会微微的往下沉这个时候是深呼吸的一个状态。膈肌往下沉，我们的腹部里面的气压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不讲这么深奥，我们只需要记住了把这个底部收紧，然后来深呼吸，看吸，手可以跟我一样做，把胸廓完全打开，来吸，吸气了以后，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双手按住我们的小腹，同时腹部向内收紧，让盆底肌收紧，把这个气有一股气压往上去冲。冲的是哪里呢？冲的是我们的膈肌。你看，当我们腹部收紧，盆底肌也收紧，我们的气压自然会往上顶住我们的膈肌。膈肌一顶住，就会把我们的双肺往外解压，然后把气吐出来。你要有一种这个气是被顶着吐出来的感觉你看，来吸，吐，按着我们的腹部往上去。好，再来给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吸，完全的打开。吐，好，其实在做的时候，一般2到3个，你会发现一呼一吐之间，这个腹部里面就像一团火焰在最深层在燃烧。很多朋友可能做过这个卷腹或者仰卧起坐，他们做完以后第2天会反馈酸，酸的是哪里呢？表面酸。但是你做完这个腹式呼吸，酸的是哪里？最深层很深很深的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你一定要去寻找到这样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来吸气，缓缓的吸，胸腔打开，然后手放在腹部，盆底肌始终收紧的。好，来收腹部，腹部收，
把这个气啊往上去顶住我们的膈肌啊，膈肌上顶以后，把气吐出来，来顶吐气。吐气的时候，腹部啊一直往内收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累的。你不要以为很简单，你做完2到3个以后，腹部还没有感觉，一定要去把这个视频啊再看一遍，你看是哪个步骤啊做错了。一般来说，高手做1个就有感觉，新手一般3到5个他就开始啊这个腹部啊开始有感觉了。特别是很多人啊，就女性，她这个长期啊，比如说久坐或者以前啊生过孩子，她的这里呢，她反应啊会比较弱，所以呢要耐心多做几次啊。好，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很多朋友会问，那我还听过一个叫逆腹式呼吸，什么意思呢？其实逆腹式呼吸只不过是把我们里面的节奏啊给反过来做一下。你只要了解了我们这个呼吸的原理啊，其实都是在原理之上的。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刚开始就念。逆腹式呼吸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吸气啊，膈肌自然下沉，是吧？膈肌你看下沉，下沉了以后是不是压缩了我们这个腹腔的一个气啊？那同时呢，我的盆底肌也在往上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气流啊就会往我的腹部啊四周去往外去窜，对不对？但是呢，我此时再把我的这个腹腔周围的肌肉给它再往里压缩，就是说我们通过四周的压缩，无形之中啊把这个气压往里面去挤压，然后给我们的人为的制造出一种向内的阻力，这个就叫做逆腹式呼吸。也就是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啊就要开始收紧，全部要收紧，让我们的内部啊保持紧，然后吐气的时候放松啊。这个是逆腹式呼吸啊，它和我们的腹式呼吸啊是相反的，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先从第一种开始练，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后面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逆腹式呼吸。好的，今天视频啊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肝气不通啊，就特别容易生闷气，而且总是会感觉身体上面某一处啊就是堵得慌。有些朋友还会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力气，特别容易没劲啊，没精神。今天啊，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好的疏肝解气，而且经常去练习还能帮助我们养肝血。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并且做完以后感觉舒服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其实我们的腋下就藏着一个解肝区啊，就是说帮助我们疏肝气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手画着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就是你肝气啊越不通，你按上去的时候啊就越疼。我们五指啊可以呈这个钉耙的一个状态，然后扣在我们的腋下啊，然后来回前后的去拨一拨，上下拨一拨。你会发现，哎，如果说你肝气通啊，你摸的时候呢就不会太痛，只会有一些啊微微的一个疼痛感。但是如果你肝气不通，经常啊生闷气，这个地方摸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刺痛啊。我们左右手都可以去试一下啊。如果说啊你摸起来非常的刺痛，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要认真看。我们双手啊用掌根，你看去压在我们刚才指的那个位置，你看手一折，掌根堆上去。堆上去以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肩部，你看往后一绕，手往上一顶，此时你会发现我们的胸廓往前打开。好，我们就这样顶着，然后呢，来吸气的时候往上推，呼气的时候往后绕。大家看啊，来吸，绕，吸，绕，吸，绕，啊。掌握好这个节奏啊，我们在一推一绕之间就把我们的肝气啊给它疏通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说，我会犯一些错误，就是什么呢？做的时候，你看啊，他推的时候啊，他推不到底。你看我们吸，往上去推；吐的时候，你看往后去绕，吸，往上去推啊。侧面看，吐，往后去绕，吸，往上去推，吐。往上去绕啊，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我建议大家每天啊在家里面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为一组，早晚啊各做一次。这样的话呢，做完以后你再活动一下肩膀，甚至啊你再吸口气，
你会发现啊，这个胸口啊更容易打开，而且啊呼吸之间啊变得更加的顺畅。很多朋友反馈啊，原来这个肝气不通的时候，遇到一些小事情啊就容易发脾气，而且呢看到一些东西啊总是感觉不顺眼。做完这个动作啊，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的心态啊变平和了，而且呢看东西啊以前容易发火的，现在也不容易发火了。这就证明啊，你这个动作给自己的身体啊带来了一些帮助。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每天啊坚持练习。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视频好的，一定要给视频啊点个赞，并且啊记得一定要关注我，谢谢大家。